你有沒有過這種經驗？同樣的錯，換個情境又犯一次。問題其實不是你不夠聰明，而是你沒有一套自己的原則。雷達里歐，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的創辦人，把他幾十年的決策智慧濃縮成一本書，叫《原則》。最有趣的是，他做的事本質上就是今天 AI 在做的事，把人的判斷變成一套可以重複使用的系統。這本書最核心的一條公式是：痛苦加上反省等於進步。大多數人遇到挫折，第一反應是逃避，但達里歐說，痛苦其實是一個訊號，他在告訴你，這裡有東西要學。真正讓你成長的不是痛苦本身，而是你事後有沒有靜下來反省。而這件事，現在你可以找 AI 一起做。每次踩了雷，可以把整件事 ChatGPT 你拆解，問他說：“我哪裡判斷錯了？下一次遇到同樣情況，我的原則應該是什麼？”那達里歐到底怎麼用原則？他的關鍵動作只有一個，每次遇到一個重要決定，他就把這種情況我該怎麼處理，把它寫下來，變成一條原則，累積到幾百條之後，他做了一個極天才的事，就是把這些原則變成電腦的程式，變成演算法。換句話說，早在 AI 流行之前，他就自己打造了一個決策 AI。而今天的你跟我是更幸運，不用會寫程式，只要願意把你的原則整理出來，交給 ChatGPT 或 Cloud， 它就能变成你隨身的決策助手。達里歐還有一個很硬的原則，叫做擁抱現實並且去。他要的是極度透明，在橋水開會全程錄影，員工之間可以當面指出彼此的問題，不裝也不藏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你逃避的現實不會因此消失，只會變得更貴。而這正是 AI 最強的地方，它不怕得罪你，你問它，它就会直接告訴你你的盲點，前提是你敢問，也願意聽。而達里歐也把達成任何目標拆成5個步驟：第一，設定明確的目標；第二，找出擋路的問題；第三，診斷問題的根源，而不是表面；第四，設計解決方案；第五，貫徹執行。而多數人卡在的是第3步，只處理症狀，不挖根源。而這5步，每一步你都可以拉 AI 進來，讓它幫你診斷問題的根本原因，幫你一次生成3種解決方案，再陪你排出執行的計劃。還有一個很反直覺的原則，就是做決定時，不是每個人的意見都一樣重要，要可信度加權。一個在這件事上一直做對的人，他的意見就該被放大，而不是誰聲音大、誰職位高就聽誰的。在橋水，他們甚至用一個 APP 及時幫每個人的觀點評分。你也可以這樣用 AI， 請他幫你整理不同來源的說法，標出哪一些更可信，讓你不被最大聲的那個人帶着走。做決定，因為你有2個天生的障礙，一個是自我，你不想承認自己錯；一個是盲點，有些事你就是看不到。解法是极度開放，
刻意去從別人的角度來看這個世界，而且這件事情 AI 也能夠幫得上忙。你可以叫他扮演一個跟你完全相反立場的人，來反駁你的想法，比你看到自己漏掉的那一面。但原真正最強的洞見，其實是這個：把好的決策系統化，而不是每次都靠當下的靈感或情緒。因為人會累，會情緒化，會忘記，會憤怒。但一套系統它不會的，這跟 AI 的本質一模一樣。AI 就是把好的判斷變成可以一再執行的流程。當你把自己的原則交給了系統，你就不用每次都從零開始煩惱同一件事。所以別再只靠運氣跟心情做決定，記住這條公式：痛苦加上反省等於5。把你學到的原則一條一條寫下來，再交給 AI， 變成你專屬的決策系統。今天就試試看，挑一個你最近卡住的決定，把它ChatGPT，根據我的原則，我該怎麼選？好的，如果這次對你有幫助，記得訂閱，開啟小鈴鐺。這個原則系列我們一集一起拆。另外，如果你想讓你的团隊、你的公司也真的把 AI 用起來，我有在做企業 AI 實戰培訓，很歡迎找我去上課。聯絡方式都在下面的資訊欄。我是 AI 峰哥，我們下次見。